台湾愿意对美国进行采购，台湾现在的经济实力是够的了那我们也愿意到美国去投资，帮助美国再工业化，甚至呢，台湾也有实力成就川普总统要将美国打造为世界的人工智慧中心。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就来唠唠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番中国威胁论的戏码，还有就是这个台湾岛内那些事儿。话说这个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又跑到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开始了他的老一套中国威胁论。But beyond our borders and beyond our neighborhood, we are reorienting toward deterring aggression by communist China.We will build and strengthen our defense partnerships to preserve peace and increase prosperity. But we will not be pushed out of this critical region. And we will not le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be subordinated and intimidated. Nobody knows what China will ultimately do, but they are preparing. And therefore, we must be ready as well. Especially under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seek war.We do not seek to dominate or strangle China, but we must ensure that China cannot dominate us or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requires strength. That's just a rational, common sense goal that we should all be able to live with. NATO members are pledging to spend 5% of their GDP on defense, even Germany.So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countries in Europe to do that while key allies in Asia spend less on defense in the face of an even more formidable threat, not to mention North Korea. Ultimately, a strong, resolute, and capable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is our key strategic advantage. China envies what we have together, and it sees what we can collectively bring to bear.on defense. But it's up to all of us to ensure that we live up to that potential by investing. 哎呦喂，这都听了多少年了，这耳朵都起茧子了。他一边在那边渲染台海危机，说的好像明天就要打起来似的，一边又暗示台湾说你们这个军费得从现在的 GDP 2.45%提到5%，5%按照台湾的 GDP 来算那可是1兆2000亿台币这得多少钱放眼全球这军费开支都算高的了。要是真这么干，那全台湾的人民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谁受得了老百姓肯定不干。这个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就直接说了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保台。赫格塞萨这么喊话，就是想让这个台湾多掏钱买军火，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坑台湾的钱这更离谱的是路透社还爆料说，美国计划对台军售规模要超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183亿美元。我的妈呀，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而且这个美国官员还毫不掩饰的说，这就是为了吓阻中国。但是这个问题来了美国真敢为了这个台湾和这个大陆开战吗？厉正杰举了个例子说当初胡塞武装用导弹袭击这个美军航母的时候，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第一反应是我们凭什么保护欧洲？这连欧洲盟友都能被轻易抛弃，那台湾算老几凭什么跟美国讨价还价？更气人的是台湾这个花大价钱买的根本就不是自己需要的武器而是美国急需要清仓的库存货。这个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就痛批这个美国嘴上说是关心这个台湾的安全结果送来的却是发霉的防弹背心，这叫保卫台湾？这叫坑钱台湾前海军舰长张静说的更直白美国军售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台湾的需求，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算计。这特朗普突然清仓式的批准对台军售，明显就是想在台湾回归之前再捞一笔，顺便试探一下北京的反应。可笑的是这个民进党当局还特别的配合，这个赖清德公开表态说要把这个台湾军费提高到 GDP 3%，未来甚至可能冲到 5%。哎呦喂，这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谈判关税可以从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谈起，扩大对美采购，以降低贸易逆差，提出军事采购清单，各项采购都会积极进行，扩大对美国的投资。未来除了台积电加码投资，
其他产业，例如电子、资通讯、石化及天然气等产业，都可以加码投资美国。但是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67%的台湾民众认为这个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了对抗大陆的筹码。那66.2%的人更相信特朗普会为了这个美国利益出卖台湾。还有42.6%的民众认为改善两岸关系才是保障安全的正道。觉得好糟糕哦，怎么会叫我签这种东西？No， 不同意。万一发生事情，那我等下有个万一怎么办？我父母怎么办？自己孩子都在美国，叫我去打仗。Oh my god！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性命比较重要，所以要保护自己。怎么我们待在台湾就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他们的自己的小孩就不用回来，抓回来，什么东西？抓回来，抓回来台湾，他的儿子赖清德的小孩回来，不要给我躲在那边。当官的小孩子都在国外了，这政府欺骗老百姓，恐吓老百姓。炮灰了，我不需要打仗，所以不要签。和平最重要。你是依据哪一条的规章说要动员他们？要先讲清楚。你没有讲清楚，就在模糊焦点，不知道的就签下去的。那实际上台湾没有人需要战争。金德做不好，不用讲这么过激的言论吧。让以后我去当兵，如果他要开战，是我上场呢。赖清德他儿子不是跑到美国，他们在美国，为什么他不用当兵？我要当1年的话上场那他儿子是不是应该当兵？双标仔，赖清德是双标仔，他儿子不用当兵，然后我要当兵。台湾男生当兵，结果他自己儿子不当兵，所以我们是他炮灰吗？坦白说，就是民进党上任之后，这件事情发生特别密集。其实我去过大陆，全部的人民都很 peace 美国这套保护费经济学能玩多久？岛内专家赖岳谦就表示如果这个军售如期交发，台湾或许能当美国的炮灰。那如果拖延交货这个美国军火商直接就净赚，横竖都是稳赚不赔随着2027年这个被美方反复炒作的两岸冲突时间点逼近，美国捞钱的手只会伸得更快。可问题在于这个台湾的财政能撑多久当民生预算被军购挤压，民众发现买的武器不是过时就是发霉时，这场杀猪盘终将反噬到民进党头上。赖清德等人的愚蠢连台陆军副总司令刘湘斌都看不下去了。他冒着被这个赖清德针对的风险用一组连美军都沉默的数据来死谏赖清德。他说这个解放军500公里射程火箭弹搭配上这个 S-40的防空系统，早已经把台湾围得水泄不通。若这个台岛被封锁10天全岛加油站将集体停摆，断电1个月将会有很多人因这个医疗崩溃死亡。台军至今还幻想着用这个爱国者导弹拦截解放军的火箭弹，但要知道拦截一枚造价仅5万人民币的这个火箭弹你需要消耗2枚弹价800万美元的爱国者。连美军都承认台军撑不过48个小时。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部署的 S-400防空系统400公里射程足以让台军战机刚起飞就被锁定。这台媒曾模拟推演若这个解放军同时发射3000枚的火箭弹饱和攻击，台岛所谓的防空网会在17分钟内瘫痪。这种碾压式优势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都承认在这个中国海岸2000公里以内美国胜算为0。这五角大楼多次兵推显示，美军为保台需要付出2艘航母、900架战机的代价，结果仍是惨败。刘湘斌的结论更残酷，他说这个美军从决定出兵到这个舰队抵达至少需要14天。而这个解放军封锁台海只需要6个小时。眼看常规战争赢不了了，美国竟有人鼓吹对中国先发核打击。但这种论调反而暴露了美军的软肋中国核弹头数量虽不及美国，但东风4-1洲际导弹10马赫的突防速度足以让任何先发制人者承受对等毁灭。这俄乌战争和印巴冲突已经证明当这个核武器数量足够让对手不敢响第一枪时，这战争反而会被压回常规的维度。而这正是解放军在家门口的优势战场。可能有人会说这个美国还有盟友，的确欧盟国家这些年没少在这个台海晃悠，但他们的行为充其量就是一场表演。这个法国嘴上是喊着印太战略，2024年却只敢派一艘护卫舰穿越台海，全程都躲在这个国际航道的最边缘。
德国军舰更是闹出导航故障绕道菲律宾的笑话。哎呦，这些打卡式巡航的背后啊，是欧洲军力的真实窘境。法国海军啊，现役仅4艘防空驱逐舰，这英国航母啊，伊丽莎白女王号啊，连舰载机啊都凑不齐。所谓的亚太北约化，不过是这个政客们用军事噱头啊掩盖经济焦虑。从这个2024年全年数据来看啊，中国占欧盟进口总额的21.3%，谁真的会为了台湾自断财路和生路啊？说到底啊，这个美国啊对台军售从来都不是安全承诺，而是一门生意啊。这个台湾越依赖美国，就越被当成提款机。可当这个账单啊越堆越高，所谓的保护啊却始终停留在口头时，台湾民众啊终会醒悟，这真正的安全啊从来不在别人的货架上。最后啊，给台湾发个福利啊！针对这个台湾民进党的黑客组织啊，对大陆实施的这什么非法网络攻击活动啊，涉嫌了多项违法犯罪啊。今天啊，这个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正式发布了悬赏通告，决定对这个宁恩伟等20名参与实施网络攻击活动的这个首要犯罪嫌疑人啊，进行这个悬赏通缉啊。凡是向这个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将按每名犯罪嫌疑人啊1万元的人民币金额予以奖励哦。虽然这个钱不多啊，但是啊，你举报的多，那数字啊也很乐观哦。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希望大家能看清美国的真面目，也希望这个台湾同胞能早日认清现实，回归祖国的怀抱。好了，今天就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